你们知道捧杀一个人有多么的容易吗？尤其是在当今的这个婚恋市场上，捧杀呀绝对是慢性毒药。今天上午呢，有2位姑娘来找对象啊，具体呢我也不清楚她们是什么关系，应该是闺蜜吧。这其中有一位姑娘呢是有对象的，这另一位姑娘呢她是单身，也就是她要来找对象，另一位呢是陪着一起来的。这位单身的姑娘呢是93年的啊，29岁，身高在165左右，体型说实话是有点偏胖的啊，素颜，穿着呢也比较朴素啊，但本人条件确实是不错，硕士研究生学历，在药企啊是做药品研发的，自己呢有车也有房子。他俩进来之后啊，就给他们倒了杯茶，然后我们开始聊天嘛。要找对象的这位姑娘呀，就说话挺客气。在自我介绍完之后啊，我呢就问她呀，你想找什么样的？找对象这姑娘呢就考虑了一下，就说呀，学历本科以上，身高呢175以上，有车有房，这个工作年收入啊是在10万以上吧。就说到这儿的时候，他那个朋友就开始插话呀，就说啊，现在年薪赚10万块钱的太多人了吧？你自己本身都赚了20多万了，你想找个10万的，那不还得倒贴呀？就这样呢，在这位朋友的劝说之下呀，这个姑娘就改成了年薪30万。我呢是本着啊，先尊重别人说完我再表态的一个原则，我呢就接着去问他，30万年薪的话，大多数编制或者是企业，他肯定是达不到的。你是想找自己干的吗？就是这种私营业主啊。这姑娘就说呀，哎呀，我本身啊也不太想找条件太差的，最好是公务员或者是自营的老板。接着他那个老婆嘴的朋友啊又开始叨叨了，说这个姑娘呀从小都学习好，大学年年的奖学金，这毕业几年呀靠自己啊买了房子，年薪啊20万等等，有几个女人能做到的？这大多数男人啊他都买不起房子来。然后跟我说呀，你就把你这里啊条件啊都好的那些都拿出来，然后挑挑不就行了？这一般人呢也配不上他。说实话呀，听他朋友说话呀，哎呀，我都恨不得想找一块抹布呀塞他嘴里，真的话太多了。我呢就问这个找对象这个姑娘啊，你还有其他的这些要求吗？姑娘就说呀，对方父母啊要有正式的退休啊，性格要稳重，这个男士啊长相要阳光一点，性格开朗。哎呀，整体啊听完他的择偶要求之后啊，我就告诉他呀，能符合你要求的男人啊，大多数都想找年轻漂亮身材好的，这个是真话。如果你想找的话，首先啊回去先减肥。这时候他朋友你知道吗，又开始说了，减什么呀？我看着一点都不胖啊。这喜欢你的男人啊，他怎么也喜欢，不喜欢你的，你减肥他也不喜欢呀。我听在这真的是实在是忍无可忍呐。我又对他那个朋友说呀，你这样不停的去夸他，你就是在害他。人呢贵有自知之明，你只有正确的认识自我之后，你才能够客观的去评价自己的实际情况。我不知道你这样去捧他的什么目的啊，但是你这样只会让他迷失在这种糖衣炮弹当中，变得是自以为是。他朋友呢可能听到就是怼他这一块啊，就觉得有点不太高兴，也不说话了。我呢想来想去啊，也觉得没必要去考虑对方的面子了。我再委婉的去说啊，真的怕这姑娘啊听不懂。我就直接跟这个找对象这个姑娘就说呀，你想找条件好的，先回去减肥20斤，不要听别人说你不胖，你这体重啊，估计啊脂肪肝都有了。再去学习基本的化妆，不要总是素颜，脸圆呢就长发呀烫个中大卷儿，女孩子呀出门多穿穿裙子，不要总是牛仔裤。想嫁得好呀，你得有男人看得上的资本。哎，我就说到这儿啊，他那个朋友可能又开始有点不服啊，就跟我说呀，凭什么要看男人的脸色，要有他们看得上的资本。我听完呢，我就没搭理啊这位被毒鸡汤灌输着火入魔的这个朋友，真心啊替她男友生活在这样水深火热之中啊感到不值啊。我就对找对象的这个姑娘说呀，任何人呢夸你的话呀全当屁话，要学会自我反思自己的不足，想找默契的灵魂一眼就能看上咱的，不在相亲里面找，是在坟堆儿。还好呢，这个姑娘比较听劝啊，说拿出个几个月的时间呀去改变一下。这个临走啊，他朋友还在那说啊，哎呀，你这么优秀啊，条件好，看上你的男人多的是啊，别听他说的。最后我想说呀，脱离实际的赞美啊是铺满鲜花的陷阱，但批评啊一定是防止你摔倒的拐杖。今天上午呀，我们办了一场相亲会，那现场真的啊特别精彩，我都特别想分享给大家呀。主题呢叫做闪约8分钟。
来参加的这个男女比例啊都是1:1的，大约有70多对儿。今天的表白啊还是蛮有意思，而且特别有意义啊，大家一定要听完。就有一位男士啊，是93年的，人家是一名体制公务员，身高有175左右，长相也不错啊，反正蛮阳光的，看着他是最受女生啊欢迎的，这有8位女士啊就中意他。哎呀，反正我见了还是觉得男士啊确实蛮优秀的。这按照规则呢，他要从这8位里面选出3位女士啊来接受他们的表白。哎，这有意思的事情它又发生了呀。他选择的3位啊，分别是99年的在事业单位工作的，96年的钢琴老师，以及92年的部队文职干部嘛。这3位姑娘的相同点呀，哎呀，也是男人们都统一的都比较喜欢的，就是身材好，长相还是倍儿漂亮。接下来呀，主持人就让这3位姑娘呢，一人说1分钟啊去表白。99年的姑娘啊，这个比较大大咧咧啊，倍儿自信，说的内容呢也比较言简意赅，就说啊自己特别喜欢男士啊，希望能够认识一下。完了，这个轮到96年的钢琴老师的时候啊，就有一点这个害羞啊，有点这个小紧张、小腼腆，说自己啊见到男士啊第一眼就觉得他会是陪伴自己走一生的人。那他相信爱情啊，喜欢1家2人3餐4季的这种生活，说的就比较有文艺范儿。这男生听了还又有点不好意思呀。这姑娘刚说完呢，现场就有点内卷了啊。99年的姑娘就举手说呀，哎呀，我刚才那个话呀没有准备好，我想重新再说一下。那主持人呢就让他再说了一次，这次的话呢就比较肉麻了。姑娘说呀，男士呢是他喜欢的类型啊，他愿意对男士好啊，等男士老了之后啊，推着轮椅啊带他看夕阳啊等等。最后一位92年的姑娘呢就比较稳重一点了啊，毕竟年龄在嘛，对男士说呀，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姑娘，想有一个普通的家庭，由1家2口啊到1家4口，希望能够跟你啊有一个缘分在这儿。就这样呢，3位女士啊是各自表白完啊，由男士去选择了。谁知道人家男士啊就问主持人呢，我可不可以问3位女士啊一个问题？主持人呢就答应了。这个男士就问他们呀，我想知道你们谈过几个男朋友？这当主持人把话筒给这个99年姑娘的时候哈，这99年姑娘就说呀，哎呀，你先让96年这个姑娘先回答吧。然后呢就是96年的这个钢琴老师啊去回答。他说呢自己啊大学谈了2位，毕业之后呢又谈了2位，这不一共4位啊。接着呢99年这个姑娘呢就有那么一点自信哈，并且小骄傲，就说呀，我一共才谈了2位。最后到92年的这个姑娘的时候啊，她就有点害羞啊，就回答说呀，我是母胎单身啊，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对待感情呢都比较谨慎。说完呢，旁边这位99年这个姑娘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缺心眼啊，就说啊，你这么大了还没有谈过对象呀？接下来呢，主持人呢就问这个男士啊，想和哪一位在一起啊，就去牵这个姑娘的手啊，一起走过来。那如果不喜欢呢，都可以啊放弃，选择啊其他姑娘。男士呢就考虑了那么一下下啊，径直啊走向了92年的这个姑娘，牵着手啊走到了主持人的旁边。剩下2位姑娘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下了台。主持人啊就问这个男士啊最喜欢姑娘哪一点？男士说呀，简单单纯。台下男士哗的一片啊都在鼓掌。那有很多姑娘来找我找对象的时候啊，都是想着自己条件越优秀啊，这个长相越漂亮啊，就越能够配得上条件好的这个男士。但是啊，他们自己其实也会发现啊，就是当自己优秀了，反而那些优秀的男士啊却不选择自己。这男人找对象呀，其实就看重那么几个点，第一个就是情史，第2个是性格，第3个是有思想，第4啊是年龄和外貌。所以啊，姑娘们，你在找对象之前啊，首先要自爱，其次啊，要多学会啊去理解他人，善解人意，有独立的思想和主见。这趁着年轻呀，抓紧找。大家觉得这男士啊选了一圈，选了一位比自己还大1岁的姑娘，合适吗？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位呢？我这刚去给别人介绍对象回来呀，我就发现有些姑娘找对象，我真的想说一句啊，你脑子那是瓦特了吗？相亲刚见面一上来就跟人家说啊，我脾气不好，不会做饭。哎，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你是在宣示主权吗？这有一对相亲男女啊，上周呢给他们约好了要周末一起见个面。这2人刚见面啊，男士对这个姑娘确实挺满意的，因为这姑娘长得比较有眼缘啊，大高个，身材也挺好，男士一眼就看上了，就更加的小心翼翼的去认识啊，生怕呢自己表现的不太好，
对方不满意啥的。人家姑娘呢上来就问他啊，工作怎样，住哪里，车房情况等等。男士虽然觉得有那么一点直接，但他想着呀，相亲可能就是这样，就如实回答了。这回答完以后啊，这个姑娘就感觉还不错啊，挺满意的，就跟这个男士继续聊了一些家常话题。两人就这么认识了有一会儿啊，姑娘突然之间就跟这个男士说呀，我这人吧脾气不太好，也没什么耐心，不会做饭，也不爱做家务。男士听完就有点懵了呀，他这个内心就很纠结呀。姑娘人是挺喜欢的，但是必须要接受这么多的缺点吗？那他也做不来呀。于是男士就跟这个姑娘提出来啊，这个脾气不好呀，这没关系，咱们都是相互的，互相迁就一下嘛。你不会做饭呀，没关系，那我做饭你收拾碗也行，家务咱们一起慢慢学，一起打扫嘛。话还没等说完，人家姑娘就说呀，我这脾气我改不了，我不会做家务的，碗更加不会收拾。男士听到这儿就有一些不愿意了啊，这不是故意在抬杠，故意为难人吗？就直接怼这个姑娘，那你结婚准备什么都不干吗？谁知姑娘说呀，对呀，你要是想娶我的话，你就是要接受我的缺点，那我也提前告诉你了，我这些我确实是改不了。你过来呀！最后这个男士就觉得女士这样，他就有些特别接受不了。两人认识了有半个多小时就说了这个不合适就分开了。哎呀，我听完之后我就很纳闷为什么有些姑娘一上来就喜欢说自己脾气不好呢？我就想问问这些喜欢说自己脾气不好的人，你们有没有在工作简历上，在面试当中跟他们说呀，本人脾气不好的？那有没有上班的时候对自己领导说，我脾气不好，你别惹我？有没有对那些长得又帅又多金又有钱的人说我脾气不好的？那恐怕是巴不得表现出来自己脾气又温柔又善解人意的吧？那为什么会跟男士相亲，一上来就说我脾气不好，比较懒，不爱做家务？能说这种话的呀，多数是对下位者使用的。这种话呀，它其实就是一种排除自己义务，增加对方义务的行为。我都说了我脾气不好你要是还来招惹或者是追求我的话，你就是应该毫无怨言的去忍耐我的脾气。所以一旦有人对你说出我脾气不好这种话的话，你就应该知道你在对方的心里是什么地位了。那当然还有一种情况，确实对方是委婉的表示歉意我脾气可能不太好改。像这种情况的话，我还可以理解，我就很难理解那些一上来就说要找有车有房年收入几十万的，然后再附加一句我脾气不好不会做饭。干嘛呀？你脾气不好不会改吗？你不会做饭不会学吗？你这么一副理直气壮的嘴脸，你要对谁说呀？能说这种话的人真的在明知道自己有性格缺陷的情况下，不仅没有降低对方的物质要求和性格要求，还在变本加厉的让对方接受你的一堆的臭毛病。哪怕你觉得自己脾气不好那你对人家要求低一点，他愿意去迁就你，你可以接受他没车没房，我相信有这样的男人愿意去接受你，反而是你自己一副理直气壮的嘴脸，看了就让人上火。你要对方有车有房，条件优秀，还要接受你的臭脾气，也没有任何要补偿的意思。总之物质条件要迁就你，还要迁就你作妖情绪的嘴脸，如此歪歪的三观，以脾气不好为荣，乐于告诉追求者去测试男人的服从性。在这种没有人格平等观念的人眼里最憧憬的就是无论自己怎么发脾气，对方都得去舔他的脚趾头。这种人早晚自己作妖死。遇到这种人说这种话的直接怼回去，你脾气不好，我脾气也不好。